一个男人的热爱能有多深，他在切菜，就算有位娇艳欲滴的美女等着，他也不会多看一眼，甚至连一个敷衍的表情都没有，一心沉浸在他的美食制作中。虽然是特意做给他吃，但男人并不想追求她，而是为了追求另一个极致，把欧芹和意大利面融合，无需奢华的点缀，只是让蒜香、椒香、橄榄油香混在一起发生化学反应，便可烹饪出无与伦比的美味。然而把盘子递给美女后，竟然头也不回地离开，因为好男人都知道等待，正所谓食色性也，除了美食，一切都值得等。他是一名绝世厨师，这是他煎的五花，外焦里嫩，这是他煎的培根，脆而不糊，这是他煎的土豆饼，只糯不泥，每个菜都要尽力做到极致，就像给儿子做的早餐也从不怠慢。先给吐司抹上一层黄油，然后摁在铁板上煎，清脆的吱吱声让他十分的享受。等煎到差不多，再把4种芝士进行叠加，像马牌一样铺在上面，等芝士基本融化，完美的三明治就全部做好，大口咬去，金黄酥脆，甚至还有一道长长的拉丝，热量瞬间爆棚。显然儿子会跟老爸一样胖，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虽然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主厨，但也因太擅长这门手艺，竟然已经成了他的枷锁，每天都像机器一样疯狂做菜，根本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导致妻子和他离婚，儿子还要陪他一起买菜。表面说是父子独处，但实际却是儿子陪他工作，这种生活让他开始焦虑，源头竟是现在的老板，一个爱钱如命的糟老头。他要求乔恩10年如一日，只做餐厅卖的最好的菜品。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作让谁都会做到吐血，毕竟是重复再重复。就算乔恩有新的创意，那也只能回家去做，在他的餐厅永远都只能做那些招牌菜。可好景不长，一个有名的美食家要来餐厅评测，为了让他吃好喝好，乔恩精心准备了好几天，想用新品展现荣光，却还是被老板一句话打回原形。 When you put that artsy shit on the menu, people don't like it. Not one person ordered your sweetbreads. Not every chef gets that because you deserve it. But I know you deserve it. Okay, you're the chef. You know what I think? I think you should play your hits. 最终乔恩生无可恋，只能回头继续做起招牌菜。果然，那名美食家吃完他们的招牌，直接在网上给出了差评，狠狠批判大厨江郎才尽，没有了任何发展空间。更可气的是，竟被网友们疯狂的转载1000万次，这让爱惜羽毛的乔恩气不打一处来，于是给自己开了一个账号，开怼那个美食家。在虚无缥缈的网络世界，乔恩开始发泄自己的情绪，骂得对方体无完肤。怎料就是他的这番操作，竟在网上引来了大量吃瓜群众。就这样，两人被推到了第2场对决赛。乔恩向美食家立下战书，让他再来一次餐厅，美食家立马接下战书，一时间全网都开始翘首以盼，看看两人到底谁会胜出。于是乔恩日夜备战，即使是通宵也在所不辞。为了赢得胜利，他做了一系列的新菜，对虾配海胆，低温慢烤牛排，还有秘制酿烤小乳鸽，既有创意又有口味，让每个人吃了都赞不绝口。很快便到了决斗这天，餐厅早就预订满满，这也让乔恩信心爆棚，准备用最新的菜品进行反击。结果老板再次出现，让他必须做店里的招牌，这瞬间让乔恩愤怒不已。明显老板是要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可老板根本不在乎。 You're a cook. You're a chef. Restaurant isn't filled with critics. It's filled with people that have been eating your food 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now suddenly you're going to be an artist. Well, be an artist on your own time. 这次乔恩不想妥协，直接辞职回了家，然后气冲冲的在家里做菜，从主菜到甜品都是精雕细琢，甚至连细节都严谨到变态。然而在餐厅的厨房里，乔恩的助手顶上了他的位置，这让美食家开怀大笑，竟然吃的依旧是上次一样的菜品，于是果断拍照，并用更加刻薄的话嘲讽乔恩，大骂他临阵脱逃。刚好乔恩看到了他的傲慢，一口恶气顶上心头，直接丢下做好的饭菜，气冲冲的跑进餐厅，指着美食家的鼻子破口大骂。 And you don't do anything. What do? You sit and you eat and you vomit those words back to make people laugh. You know how hard I work for this shit? Do you know how my whole staff works? 毕竟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作品，可一旦被外行指手画脚，内心就像玻璃一样破碎。虽然点评很容易，但创作却很难，这种孤独谁又能懂呢？几天后，乔恩的人生掉进了谷底，不仅丢掉了工作，还被人拍下发飙的视频，最终变成网络群嘲的焦点。由于他的不理智，导致没有一家餐厅敢雇佣他，好友则建议他去真人秀，毕竟网红也是红。可乔恩根本不想成为小丑，
于是日夜借酒消愁，结果腰围又胖了一圈，就连陪伴儿子都是有心无力。殊不知，儿子看着爸爸出丑的视频，也开始变得越发沉默。乔恩找到相好大倒苦水，结果对方竟一语点醒梦中人。他说乔恩已经痛苦太久，需要好好的想一想人生中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说不定失业只是塞翁失马，后面还有更好的人生。乔恩沉默了，于是给相好一个大大的拥抱，决定先去陪陪儿子。等到前妻提议让他给儿子做1周的保姆，跟着自己回到老家，他想想确实没有陪伴儿子，于是便同意了下来。他们飞到了老家迈阿密，其实这也是他刚出道的地方。他们带着儿子来到酒馆，尽心享受一次生活。然而在这奔放的音乐和美食中，儿子竟然开始有了活力。当乔恩看到这一幕，才真正的意识到，爱才是生活中最永恒、最自然的生命力。就在他们吃着最正宗的古巴三明治，前妻却说起了他的前夫。这人不仅是个超级有钱的富人，还有辆不用的餐车，可以借来给他好好玩玩。这瞬间让乔恩意识到，看似一趟平平无奇的旅程，竟全都是前妻精心安排，目的就是把他从谷底救出来。为此，他决定接受建议，于是跑到前夫的公司拜访这个酷似钢铁侠的男人。对方高高在上，还不停地冷嘲热讽地笑话他，结果扯了半天的皮，送给了他一辆破烂不堪的餐车。眼看这破铜烂铁，乔恩还是忍气吞声地接受，于是带上儿子一起，准备将他彻底的翻新。他们到处擦了抠，抠了刮，不仅忙活大半天，还被冰柜里的烂鱼恶心至极。最终儿子选择罢工，这让乔恩很生气，没想到儿子会如此娇贵。最终两人大吵了一架，但是在日落时分再次和好。这是父子俩第一次长时间相处，既无措又开心。曾经的副手听说乔恩有辆餐车，竟辞掉了主厨的工作，然后飞越半个国家来给乔恩打下手。果然真兄弟的义气，只有患难才会见真情。很快餐厅最终被整好，他们的小吃旅程也即将开始。可作为一名顶尖的厨师，竟然要开始做起小吃商贩，显然有些大材小用。可乔恩根本不在乎这些，他只想用美食征服食客们的味蕾，于是决定把古巴三明治作为他的第一道菜。而他的灵魂却是中间的夹肉，不仅要买到最新鲜的猪梅花，还要利用橙汁和酸柠檬进行调味，然后在魔力汁水中好好搓揉入味，花上12个小时的浸泡，最后进行烘烤，这样就得到了古巴烤猪肩肉。然而这还只是第一步，紧接着把肉切成片再煎一遍，同时把白面包也煎到金黄，加上2片火腿肉，3片煎好的猪肩肉，趁着热气放上2片芝士和腌菜，并在立面面包上涂抹芥末。最后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合上面包的同时，在表皮抹上一层薄薄的黄油，把三明治放上去炙烤，直到里面的芝士彻底融化，等面包皮的2面金黄。这又脆又香又满足的脂肪淀粉，让人感到无比的幸福。就这样，一个5星级的小吃摊正式开张，很快顾客就挤满窗口。由于面对的都是一群蓝领工人，让很多人根本不够吃，只能再点上一份才能管饱。但由于儿子的粗心大意，竟把一份三明治煎焦。为此，乔恩把儿子叫到一旁，耐心地教育他，如果选择了一份工作，就必须一心一意地做好，不要让在意你的人伤心。乔恩的训斥也让儿子感同身受。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第2站海滩，这里是人最多的地方。他们以实惠的价格、喷香的烤肉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餐车很快被泳装所包围，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同时排队的美女纷纷在网上打卡，给他们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自此餐车一炮而红。就连路过的城管不仅没有驱赶他，还要找这个网红拍拍照。随后他们去往下一站，一个满是吃货的新奥尔良市。虽然旅途漫长，但也给了乔恩更多的时间与儿子促膝长谈。这时的他渐渐发现，儿子有些地方和自己很像，同样儿子也是第一次看到爸爸如此松弛的模样。由于他们提前到达，太阳都还没有完全升起，于是乔恩打算带儿子随便逛逛，去一家专做法式甜甜圈的百年老店。这是乔恩第一次不用忙于工作，专门陪儿子闲逛的时间。两人交谈甚欢，不知不觉就走回了餐车旁。助手赶忙谴责乔恩，因为食客们早就排好了长队，延绵几十米，这让乔恩不可思议，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人提前等候？原来这都是儿子边走边拍，把他们的行程全部发了出去，这才导致食客们早就知道了他们的到来，并且专为父亲注册了一个新号，讲述着他们沿途旅行的近况。
基于乔恩之前的臭名远扬，并随着社交热点效应，乔恩竟又一次火出了圈。这次他并不是被黑化，而是彻彻底底的红。就这样，他们又开始了繁忙的一天，没有老板，没有压力，只能边玩边卖，就连聚宝盆都装不下了。乔恩带着儿子吃遍全国各地，特别是这个德州柴火烤肉，需要用硬木彻夜不眠的熏烤，如果不是乔恩提前托关系，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看着儿子眯上眼睛，就知道这个好吃到不要不要。随后乔恩把沿路的快乐融入菜单，创作出了更多的新品，全是他打心底喜欢的珍贵杰作，同时让他再一次爱上美食，爱上厨师的这份工作，内心全是满满的幸福感。但旅途终究是要接近尾声，这晚他和儿子在车顶上闲聊，两人不像是父子，更像是知己，并告诉他，人生就像一块块饰品拼凑起来，有美好的一段，也有痛苦的部分，就算是挫折，也要坚强的去面对，这才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很快旅途结束，乔恩再一次回到了原点，生活也要一如既往，但他的心态已经彻底改变。曾经一份错误的工作，让他变成了机械化的牛马，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这一次的旅行，他才真正做回了一个正常人。再一次打开儿子的视频，瞬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不仅有了美食的热情，还找回了生活真正的意义。友情、亲情和爱情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堤坝，永远都不会被洪水冲垮。直到这一天，那个美食家再次现身，乔恩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暴怒，而是来到餐车的一旁。原来他听说乔恩的餐车爆火，于是托人帮忙买了一份古巴三明治。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一口咬下去，当场就想给出10分好评，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觉得美食不需要点评，而是要食客们自己品尝。同时他打算投资乔恩，给他开一家新的私房餐厅。6个月后，乔恩不仅拥有了稳定的工作，还与前妻复婚。虽然生活没有什么太多不同，但却变得温热如新。至此影片全部结束。